实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当然在这个1950年代的时候，他事实上开始有许多对于想要来这个解放台湾的一个宣言。的确，在那段历史，从台湾我们这个亲身所谓的经历，在台湾的许多历史上也写到，那一段时间当然就是一个最危急危难的时刻。这当时这个毛泽东不断在谈到希望来解放台湾，为何在那一个关键点，或者是后来是没有办法来实现？老师你怎么看待呢？我想在回答第一个问题之前呢，就您刚才的一个开场白我说一下就是现在台湾就是岛内也好，国际上也好，对于台湾问题实际上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就是对于现在中共的这个威胁到底是对台湾未来的一个影响到什么程度。那么现在实际上像台湾未来这个在未来的变化上常见的推测有3种第一个就是维持两岸现状分治的现状，对吧？第二呢就是所谓叫两岸统一了，第3个叫做台湾独立了。大家可以说看到事物的左右和中间的这么一个3个方向发展。实际上呢，对于很多国际上也包括台湾的朋友来说，我发现很多朋友出于对中共了解不深，所以就以为两岸分治就可以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一种形式。也包括很多我认识的美国的朋友，甚至包括美国的国际关系当中重要的界定，台湾问题怎么去做，包括台湾关系法，都是以这种叫两岸分治现状来作为台湾问题的原则的。其实这正好是与中共的对台湾的处理态度是相背离的。换句话说，你如果想存在两岸分治现状，你就不可能跟中共达成任何的妥协。所以在现在当下台海形势紧张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叫冷静的对未来事态发展的一种清醒的认识。我觉得洪林兄你们的节目呢，就是从历史上往前倒推中共，去试图从历史中去发现问题，找到问题。我觉得这个思路非常好。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去认识中共到底是怎么想的。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反过来说，台海形势严重到现在要进入军事冲突，49年到50年实际上就是已经准备是攻台的。那么现在呢，也同样又回到了1949的这个大风大浪了，要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咱们说，如果美国和包括日本、澳洲在内的，它是有地缘政治影响的，还有一些没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北约的军事盟友，近期来英国、法国、德国都来参加军事演习了。好，大家都来帮手了，打赢了这场仗，见好就收。它可以帮助台湾阻断甚至战胜中共军队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但它绝对不会帮着国军在浙江、福建去登陆，还实现蒋先总统的什么三民主义统一大陆的梦想，不可能的即便是台湾和自由世界仗打赢了，美国呢肯定是希望什么？又回到两岸分治现状的。就是说，最后这个事儿统一不统一，是甲统一乙还是乙统一甲，你们自己两国国民坐下来自己谈。我说呀，对中共了解不深，中共到底是什么心态呢？对于中共来说，这3条路线实际上就一条，维持两岸分治现状等于承认台湾独立。只要台湾不是中共统治的，你就是独立的，这是他的内心的深刻的想法。所以我们要看的就是，即便是中共对于台湾问题处理的态度上最为温和的时代，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邓小平、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时代，即便是那个时代，你会发现他依然有一句措辞叫做台湾依然是神圣的领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咱们这是开玩笑洪林兄，什么叫神圣啊？过去就是有信仰的就供菩萨嘛，供妈祖嘛，是不是？摆上香案，供上那个什么水果，那叫神圣。那没有信仰的什么呢？中国人喜欢供祖先，那也要毕恭毕敬的，那叫做神圣。你从来没听说过中共说广东省是神圣的广东省，上海是神圣的城市，没有吧？所以呢，领土不可分割呀，这几个词是次要的，是可以牺牲掉的。那么什么是神圣呢？咱们反过来想，99年江泽民跟俄罗斯签订议定书，放弃了100多万平方公里，台湾多大？3万多平方公里，对吧？那相当于30个台湾省难道那100万不是领土了吗？就可以分割了吗？所以关键咱们看中共，你就要认识神圣这2字，这神圣是他不能牺牲掉、不能做交换的。所以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
你听他宣传说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中国人民选择他有选票吗？他一张张当年选出来的是谁啊？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共产党1949年是篡政，是土匪进城篡权。所以你知道中共有点什么，他都是拿出来宣传自己，我是皇统啊，正统啊，是啊，我的文化多伟大，我多少遗产呢？唯独他为什么不大张旗鼓宣传自己的故宫博物院呢？是吧？因为真正的宝贝都在台湾呐，真正的中华文化传承、皇权的传承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拿出来的都是什么碗、杯子啊？台北拿出来的是大鼎、器。那都是祭天祭地祭神的，那是皇权的承传啊。当然说现在台湾朋友也许不在乎了，因为民主社会了嘛，是吧？但是中共那边很在乎啊，特别是现在的领导人啊，习总他又跟毛泽东一样的封建皇权思想很深重。他国土再大，钱再多，经济再发达，他心虚，政权从1949年到现在，他没有确立他是合法的，民众没有拿过选票选过他。所以首先咱们就跟朋友们先说清楚啊，今天咱们做这个节目嘛，洪林兄他想从历史上来看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个抽出来先看台湾问题，就不是领土问题，也不是不可分割的问题。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只要中共它能生存，它什么都能交易，什么都能割舍，但是台湾是神圣的，因为它是法统。1949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从历史来看，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君。所以我觉得台湾朋友挺幸运的啊，一不小心就当了中国的祖宗，当中共的祖宗了，是吧？成了神圣了啊。现在我们就回到刚才洪林兄的这个问题，讲讲这个历史啊，就是咱们先说，就对于中共来说，没有两岸共存的现状，就请记住这句话：只要两岸不统一，就是等于台湾独立啊，永远有借口打。也正因为包括美国在内很多人看不透这个问题，所以台湾在历史上咱们说是困难重重，在国际上就在这些年自己的地位啊，国际地位就像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对不对？从蒋先总统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这个叫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撤掉，对吧？到这个结束戡乱时期，到后来从这个李登辉总统到陈水扁总统，到后来啊。他是整一个自己在发展壮大，实际上他整个的地位一直在上上下下，在国际的大潮中波荡。在麦克阿瑟时代，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认清共产主义最终就是要统治世界的这种终极目标，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至少他们在战略运作方面是重视台湾的，所以大家特别要清楚。当我们回忆起毛泽东时代对台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记住那个时代的美国元帅麦克阿瑟，他处理台湾问题5项原则，第3条，必须保证台湾在不受中共势力影响的政党治理之下。这一条可以说是包括美国后来他们政客淡化的一条，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些维持两岸分治的现状，如果没有把握麦克阿瑟的这一条，就会给什么？给中共可乘之机。他觉得统战有希望了，军事冒险、政治冒险有希，攻台的可能就更增大了，反而会给台湾带来巨大的这个灾难。上次节目中我也说过，刚才跟洪林兄也探讨过这个问题，简单说了一句，我想再重复一下我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对于国际上来说，台湾的政党自己是什么颜色不重要，偏爱什么颜色才要命。咱们再仔细点说，就是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你都有自己的执政之路，你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但是你要是偏爱对岸的红色，那么你有生存之道，台湾就没有了生存之路所以我想呢，在咱们谈这个中共对台湾处理的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历史阶段的这种之前呢，我想咱们先把这个大的一个前提说一下，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方便大家去理解中共各代领导人对台湾不同政策、不同战略，最后归根结底还是我说那条，把台湾人当祖宗供起来，很神圣因为有关他的政权执政的安全。